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兄弟们，咱一块儿上嘞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大部位，嗨，弟兄姐妹不要一起走啊！咱们这一拜那是天地变，嗨，我同当不要不回头啊！咱在那水里火里风烟里来了又回，气吞江山。转眼这风雨洗一绝喽，只余下泪水交飞。应不寒，36飞行，昨日曾把酒言欢，转瞬入尘世，只因酒粉狂澜。随他去之盘桓，未到是非黑白在人间汹涌澎湃。看山高水远，也知这乱世不在，曾不醉不欢，留豪情不凡。酒魂迷离又辗转，看日月变幻，待梦尘扬东海，乘长风重现天与地，再起波澜。兄弟们，咱一块儿上嘞！喂，青凤婆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如果是宝宝问的话，我也许会说；你的话，免谈。拜。张楚岚也是，你们也是，别催我催得那么紧。小王八犊子，我不管，反正金凤我就管你要了。夏柳青，我今天很不爽，不要惹我，尤其不要在这里惹我。对了，刚才张楚岚还向我打听你。他打听我干啥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在碧游村的时候就在搞事情，但不知道搞什么。走吧，苦闷的我急需找点乐子。想要遇到有趣的事，就要去接触有趣的人。张楚岚怎么样？下一个就到你了。您就不用瞎耽误功夫了，我是不会把神机百炼交出来的。这又何必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办法从你脑袋里把它挖出来？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能决定的只有我自己的态度。乔让，直说吧，你没错也没罪。如果愿意配合，事情不是没转机。你们杀了马教主？按我的意思，当然那样省事。不过公司的态度就仁慈多了。会在我身上下这么大功夫，那你们多半也没抓到马教主。姐姐，平安无事吧？其实没必要救我出来，我还真想混回公司的高层呢。别傻了，真的落到他们手里，你就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。为什么？为了八绝技？他们能容下封家、陆家、王家，就容不下我吗？当初我就劝你不要建立碧游村，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。
有什么不好？我在帮助别人，我在帮助这个世界。如果所有人都是异人，那就没有异人了。消除差异，由此引发的争斗与痛苦就都不存在了。代价会有，但是我觉得值得。没有谁会愿意付出这种代价。没有痛苦，喜悦也就不复存在。那个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姐姐，鲜红，我只是不希望你这么急躁，这么大张旗鼓。如果你能更低调些，按我的节奏来，或许不是现在这个结果。而且，鲜红，你没发现我们之间的争执频率越来越高了吗？对。我应该听你的，我应该听姐姐的，我应该听姐姐的，听姐姐的，听姐姐的。社长，那位婆婆已经顺利送回去了。是吗？知道了。走了，二兄弟。那个婆婆，姐姐，到底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婆婆给你啊？你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了，只是有些事情要向这位老前辈了解一下罢了。总之不要想太多，这次虽然搞得一团糟，但总算让你弄清楚了炉子的制作方法。如果需要伤根器的替代品，我可以替你收集，你的记忆一定会修复回来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，早就想修复它。当初多亏我发现了早，不然第一代修身炉会把你的脑袋钻个对穿。收敛自己的气，不然我会很吃力。没想到刚离开没多久，又回来了呀！迷恋无根生的秦风。什么人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一次又一次的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什么情况？她就是金凤婆婆，她不是？长发戴眼镜的老妇人，应该就是你说的金凤吧？来吧，情况有点变化。巴伦，哎呦，蟑螂女孩又见面了。巴伦格里尔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一到6盘水，我就跟上了。从城里就跟上了，而且居然没发现。不管你想干嘛，你最好放老实点，这里没人怕你。莫吹口子喽，再过你没戏，我也干不动。巴伦哥，回见！等等，回来，蟑螂女孩，这次不打你。你们到底是谁？金凤儿，别碰我！别动！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你对金凤婆婆意外的上心了。你早就知道？当然了，毕竟寻找婆婆的事，主要还是落在我肩上嘛。这些都是什么人？婆婆的住处自然也会来看看。我回头再跟你说。哎呦，你先把我。你怎么一副不愿意看到我们来的样子啊？走，进去。哦，张怀义的孙子，掌门以前经常提起你爷爷呢。说你爷爷可有意思了，看上去无争，真遇到他在意的事，好胜之心比谁都强。你呢，宝儿，
你师承哪家？父母何人呐？师父不让说。哼，金发，他们到底把你弄哪儿去了？你怎么回来的？受伤没有？不知道，我最后只记得自己中了那小姑娘的毒，昏过去了。等我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扔在6盘水城里，已经过去好多天了，没有受伤，对方好像什么都没对我做。出动那么大阵仗把你掳走，他们什么都没干？谁信呢？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他们到底……切！你别怪我龌龊的地方，你生成这样，难保别人不觊觎你的美貌。混球，马先红那小子有没有什么爷爷之类的？反正我是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异常。我回来以后也检查过，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而且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人惦记的东西。既然这样，您不妨换个思路想想。陈朵的蛊毒很诡异，以您为媒介去伤害其他目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不过，他们的目的不是指向您本人，这是大概率事件了。可恶，混球这帮人在，什么都问不出口。但现在没有头绪，您可以这样处理这件事。假设一个人回到家发现房门被撬了，这人应该先怎么做？报警。这人应该先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。我这里没丢什么呀。换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检查一下最珍视的东西还在不在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金凤。你也滚！哎呦，巴伦哥，球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哈，拜拜。不是要和金凤婆婆打听吗？没有机会，等他们。嘿，张楚岚，你们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嘞？你走吧，我不走。我不但不走，我还要盯死金凤婆婆。你还真是个变态啊！人家老两口好不容易团聚了，其实你才是个一起游戏的好对手。不过你把自己裹得太严，根本不像会陪我玩的样子。那金凤婆婆这边也挺有趣，我自然就先关心这边喽。就是这样，不错。真的吗？金凤婆婆这边真的会有什么有意思的状况发生？我不确定啊。让你说的，我都好奇了。那等等看喽。那一起吧，走啊！咋个了？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嘿嘿。失算了，不应该找上这个混蛋。对我和宝宝而言，这个好奇心旺盛的变态，才是所有临时工里最恶劣的那个。这样啊，金凤和老夏在购置户外装备。金凤婆婆最珍视的东西，看来存放点蛮特别的。巴伦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还让他去跟踪我。毕竟咱们合作过嘛。你是个棒槌，棒槌我不担心。不过宝儿可不一样，感官敏锐的不像话，跟踪他自然还得潜行高手。一点都察觉不到吗？巴伦没，没法分辨。啊？分辨啥？气味。你有你的，他有他的，他有他。啊！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，你是这个意思吧？巴伦没得，就像一阵风，在啥子环境里，闻起来就是啥子味道。我好奇也查了查，巴伦格里尔斯，1960年生人。怎么也看不出这家伙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驻颜有术啊！巴伦的履历我知道点儿，这人名校出身，能熟练使用7国语言。毕业后进入了特种兵团，退役后又成了职业探险家，完成过一些备受瞩目的探险。到此为止，他的经历只能说是精彩。直到他参加了一次在甘城张家峰组织的救援。95年时，一个热爱探险的富豪组织了登张家峰小队，之后不出意外的失联了。政府和富豪的家人立刻请了专业人士救援，而巴伦就在队伍里。后来救援失败，
好在大部分人都安全返回，而巴伦则失落在山中。你之后几次搜救无果，人们都认为巴伦已经死了。但2年后，巴伦突然又出现了。怎么说呢？这履历很符合我的胃口。这货到底算哪头的？他是老夏早年跑国外认识的，算朋友吧。不过这不妨碍他和咱们合作，毕竟老夏和金凤婆婆身上的事很有趣，而且我们也没打算坑二老，不是吗？走吧，二老好像打算动身。毕竟算我半个师傅，坑到目的地再摊牌就过分了。你还知道过分啊？你个死鬼佬！嗨，金凤婆婆，老夏，这是急着去哪儿啊？不管去哪儿，请务必带上我们。去哪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还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金凤婆婆，您的行动力好强啊！我刚提点了您一下，您马上就动身了。看来，那让您珍视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闪失的东西，真的存在啊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这个……老夏提起过，在吴根生眼中，有3个人的地位和其他全信成员不同：高艮、古基亭，还有您。吴根生这人有收藏癖，经常会弄一些古怪或者珍稀的玩意儿。而全信当中，除了他本人，您好像是唯一知道他藏品地点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全信的事，你们打住吧！我没打算跟你们讲理，不带我，你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小王八羔子，给你脸了！你忘了爷爷是什么人了吧？信不信我就在这里？要疯了！在这里？你玩真的？金凤，算了，夏大哥，你能对付得了4个吗？好吧，王振球，你赢了。我确实要去确认掌门的收藏，看来我也甩不掉你。求你件事。您说。如果你们贪图全信掌门的收藏，动手取之前，请务必干掉我。行，反正现在我说什么您都不信，我答应。一起走吧。金凤儿，金凤儿，果然像我担心的那样，帮我的人不知通过什么手段知晓了掌门的收藏。我们已经去晚了，万一遇到了那些人，我们也确实需要帮手。更何况，我们没得选。这个王八蛋，到底谁才是全信？哎呀，到这里我终于懂了。我们正沿着秦岭的走向移动，虽然目的地我没有去过，但这绝不是抵达的最佳路线。哦，埃尔德教授对这里很熟啊。我来过很多次了，我那时候非常的迷恋野人，而秦岭也被认为是野人的出没地之一。什么？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这是一支混合的队伍，其中有和我们一样的人，而有些是普通人。队伍里那个被要求特别保护的朱迪，我认为他和我们一样是能力者。不明白，全部由能力者来组成队伍不是更好吗？总之，这次任务要取回的藏品，绝对和我们的世界有关。哇！哎呀，真幸运呐！居然见到了，这是中国的国宝。哼，他们要造反吗？一个西南毒瘤就够了，再加上个不要碧莲，公共场合使用异能。老毕，消消气。这事儿西南老好向我汇报过了，
这孩子行事的风格，各位都了解。另外还有个事值得注意，这是最近发生的一起车祸，死者叫克里斯·奥苏利，是个假身份，非法入境的艺人。不管什么目的，一起进入境内的不止他一人。老黄，马先红那儿调查的怎么样？哎，这啥？残存着微量气体的血肉器官，是我们从为数不多的残骸中发现的，和已知的任何生物器官都不相符。恐怖的是，这团东西有着完整的经络循环，只要提供足够的气就可以存活。活的？你说这东西是活的？虽然我们不了解神机百炼，但这个绝对超出了炼器的范畴。我们认为，单凭神机百炼是造不出修神炉的。新的核心完成了，鲜红。姐姐，三担担呀，红彤彤嘞，满山的开。